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像德国一样，在几乎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实现3度崛起。二战结束后的德国，处境堪称惨烈，青壮年男性大多在战争中阵亡，超过2000万人流离失所，沦为难民。像柏林这样的核心城市，街头堆满了足足7500万吨的废墟瓦砾。不仅如此，德国东部地区的大量工厂设备还被苏联作为战争赔偿拆迁运走。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这次彻底完了，但物质的崩塌从未压垮德国人的精神脊梁。最先扛起重建重担的是一群被称作废墟女工的妇女，她们没有专业工具，就用双手一块块分拣砖块，指尖磨出后茧，掌心被碎石划破也不停歇。清晨天不亮，她们就背着干粮赶往废墟现场。夕阳西下时，身后已堆起整齐的砖垛，她们的心愿朴素的让人心疼，只是想尽快清理出一片干净的土地，让孩子能走进教室，而不是在瓦砾堆里玩耍。这份为孩子重建未来的坚韧，像一束光，穿透了战后的阴霾，渐渐感染了每一个德国人。此后，工厂里工地中随处可见埋头苦干的身影，许多人每天工作超12小时，饿了就啃几口黑面包，累了就靠在墙角歇几分钟。他们把对战争的反思，对家园的眷恋，都揉进了每一次焊接，每一次搬运里，化作推动国家复苏的磅礴动力。德国命运的真正转折始于1948年，当时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·艾哈德顶着国内外的质疑，下了一步险棋，推行货币改革。在此之前，德国的恶性通胀早已失控。二战末期，面包价格每小时都在飙升，民众要用装满旧马克的麻袋去换一小块口粮，旧马克几乎成了废纸，市场交易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。艾哈德的改革直击要害，发行新的德国马克，以1:10的比例兑换旧马克，同时全面取消价格管制，让市场自主调节供需。这项改革没有依赖任何外部援助，却创造了经济奇迹。改革后短短几天，原本空荡荡的商店橱窗里突然摆满了面包、黄油、衣物，绝迹已久的商品重新回到货架。曾经猖獗的黑市悄然消失，民众握着新马克走进商店时，眼里重新有了对货币的信任。西德经济就像被按下重启键，瞬间恢复了活力。紧接着，马歇尔计划的落地，为西德复兴注入了关键助推剂。美国向西德提供了约13亿美元的援助，这笔资金与物资如同及时雨，精准滴灌到工业重建的核心领域。西德用这笔钱从美国引进自动化生产线，从瑞士采购精密机床，还派遣工程师赴欧美学习先进技术，一步步重新对接上中断多年的国际市场。但西德并未止步于被动接受，而是主动将援助转化为升级资本。他们还对传统钢铁、机械制造产业进行技术改造，把从国外学到的管理经验与本土工业基础结合，让曾经停滞的工厂重新响起机器轰鸣。德国制造的火种也在此刻重新点燃。当然，外部助力只是外因，德国真正的复兴密码藏在自身的制度设计里。艾哈德主导构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，堪称当时的创新之举。它既保留了自由市场的竞争活力，鼓励企业自主发展，又通过国家干预维护社会公平。政府会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，规定企业需与工会协商薪资福利，还出台政策限制垄断，避免贫富差距过大。这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模式，让劳动者有了安全感，企业有了发展动力，整个社会形成了共同奋斗的凝聚力。而教育，尤其是独特的双轨制职业教育，则为德国工业筑牢了人才根基。这种教育模式打破了学校与企业脱节的困境，学生每周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专业理论，从机械原理到材料学，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；另一半时间则进入合作企业当学徒，在师傅的指导下操作真实的生产设备，参与实际订单的加工流程。更关键的是，企业会根据自身需求参与课程设计，学徒不仅能获得每月补贴，毕业后还能直接上岗。这种量身定制的培养模式，既避免了人才浪费，又为德国工业输送了大批懂理论、会实操的高素质技术工人。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，大众、奔驰、西门子等企业一步步重拾辉煌。大众凭借改进后的家用轿车生产线打开市场，奔驰深耕高端汽车制造，西门子在电气领域不断突破。这些工业巨头的崛起，也让德国逐渐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。有趣的是，德国制造如今的金字招牌，最初竟是耻辱的标记。1887年，英国为保护本土工业，出台商品标记法，强制要求所有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标注德国制造。当时的德国产品
靠着低成本、低工艺的低价策略抢占市场，却因质量粗糙被贴上廉价劣质的标签，这对德国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。但德国人没有抱怨，反而把这份耻辱化作争气的动力。他们成立行业协会，制定严苛的质量标准，企业纷纷投入资金研发新技术，甚至主动邀请第三方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。以西门子为例，19世纪末他们投入重金改进电机生产工艺，每一台电机出厂前都要经过上百次性能测试。到20世纪初，西门子的电机已凭借稳定的性能打入欧洲市场，奔驰则在汽车制造中引入标准化生产，让每一个零件的误差都控制在毫米级。历经100多年的沉淀，德国制造终于摆脱了负面标签，成为全球范围内可靠、精密、耐用的代名词。而这份蜕变背后，正是德国人认死理的较真精神与对品质的极致追求。